女孩真的大胆，不穿衣服勾引弟弟，这俩姐弟关系也太奇葩了。之前他们俩还是情侣，一分手他们妈和爸就结婚了，现在非得住在同一个屋檐下。谁想到继母带来的那个孩子是我前女友啊，这要是传出去多尴尬呀。没辙了，为了爸妈不知道他们的过去，只能装模作样和和气气。那现在来个棘手的，他们俩生日还一样，到底是叫兄妹还是姐弟呢？这天杰女找到水豆书房里说这事，她问过爸爸自己比水豆早出生半小时，那么水豆是不是得叫她姐？可水豆偏偏就是不想叫她姐姐，两人就决定玩个游戏定胜负，以后得严格保密他们谈过恋爱的事，要在父母面前演好兄妹姐弟的戏，谁如果有不像继兄妹的言行，那就得听对方指挥了。杰女一边说一边拉开书架，开始找水豆藏的小秘密。水豆这下明白了杰女的心机，这招对她太有利了，因为这在兄妹姐弟间太正常了，但要是不让找，那就不符合兄妹的行为了。杰女差点打开潘多拉盒子了，盒子里全是水豆的学习资料。水豆急中生智，直接示弱，还含情脉脉地说了句含糊的话，杰女都快被他搞糊涂了。他看他们样子就想起他们以前恋爱的时候，忍不住喊了声叶雨护同学。水豆这下算是扳回一局了，正常人哪有叫自己兄弟姐妹同学的？杰女看水豆那套狡猾的招数，真是又气又服气，输了赌约也只能认了。按他说的，撒娇叫一声欧尼酱，这一喊不知怎的就正中水豆下怀，还装出一副哥哥的模样。谁知道杰女一下子就火大了，摊开他的手说就讨厌他这点。转眼开学了，水豆和杰女都考进了同一高中，还是同班。杰女成绩又好，开学典礼上还当新生代表发言，所以班上女生都围着他转。水豆那边就惨了，根本没人理，还好多亏了杰女。下课两男生还主动找他聊天，一上来就问杰女是不是他的继妹。水豆哭笑不得，这女的怎么一上来就到处说他们俩关系，于是就故作冷淡。洗手间还听到那两男生背后说自己坏话，知道他们就是想接他接近杰女。水豆倒是没放心上，杰女第二天就不乐意了，一早上就帮水豆出头。看到水豆和那俩男生打招呼，他就上去挽着他的胳膊，还大庭广众宣布自己有恋弟情节。晚上家长说要晚回家，让他们自己解决晚饭。水豆跟爸爸一起住，从小就学会了做饭，杰女啥都不会，只能等着吃。水豆翻冰箱找吃的，他突然想起早上胸部贴在手臂的感觉，正乱想着，水豆说了句胸肉行不行？他吓得赶紧捂胸，下秒才反应过来，他说的是鸡胸。这一闹，吃饭时他还惦记着早上那事，就逼水豆的把那触感给忘了。水豆说要不是你提醒，我早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气氛一时尴尬。洗澡时杰女还在气头上，决定得给他点颜色瞧瞧。灵光一闪，他浴巾包身就往客厅去了。水豆差点没把茶喷了，心想前女友这是要勾引我呗。他脸红脖子粗，眼神飘忽不定，差点就盯上杰女了。可杰女正沾沾自喜呢，浴巾突然松了，上头虽然遮住了，下面就露了，这样一来容易走光。他这才觉得自己真是太离谱了，这不是和勾引水豆一样吗？谁知那时水豆站起来朝他走来了，杰女真的慌了，以为他要对自己怎样，谁料他只是把外套搭他身上，心里虽然安慰，不知咋的还有点失落。水豆其实早看穿他心思，但因为早上杰女帮自己，他也就不计较了。杰女明白自己又栽了个跟头，气呼呼想去换睡衣，结果一失手直接往水豆怀里栽，两人一起栽到沙发上，这姿势怪怪的。水豆下面软绵绵的，两人目光对撞，脑子里全是当年图书馆的画面。水豆情不自禁凑过去了，杰女也闭眼等着，正准备嘴对嘴了，突然爹妈回来了。水豆发现杰女还裹着浴巾，急忙叫她藏沙发里。父母一走，两人都对刚才那一幕感到后悔。时间一晃，新学期第一节体育课到了。体育课前，大家都跑去保健室体检。一个叫小玉的女生眼睛死盯着杰女胸前，她自己平平的好羡慕啊，竟然就抱着杰女占便宜，说啥靠近点就能变大。体能测试快到了，杰女开始紧张，但运动细胞一个都没有，完全不想测。小玉在旁边安慰她，没事，我也不想。然后就开始左右跳，杰女被吓一跳，小玉还理直气壮，我是说不想测，不是不行啊。小玉这么一鼓励，杰女也拿了个不错的成绩，结果一跑完就晕倒了，幸亏水豆及时接住，不过他马上就把她交给小月，自己就走了。小月把杰女送保健室去了，杰女终于承认她运动超烂，为了那优等生的脸面，硬是逼自己去测，可这真心话反倒让她和小月更近了，就这么在高中交了个铁闺蜜。第二天杰女没去学校，小月跑去找水豆问个究竟，水豆说杰女发烧了，小月立马决定放学探病去。
旁边的川波也想凑热闹，想和水豆去，可惜水豆只带了小月。他觉得别人根本不是真心和自己做朋友，都是冲着杰女去的。回到家，杰女还在沉睡，迷糊中睁开眼，好像看到了初中的水豆，可怜兮兮问他为啥离他而去，说自己好孤单。等看清小月才回过神来，小月还特意买了欧洲的东西，让杰女好好休息，他就帮水豆下厨去了。小月做饭时从细节发现水豆肯定谈过恋爱，就问他以后有女友了会不会给迷妹杰女介绍介绍。水豆提不起心来说没那必要，饭做好后小月亲自喂杰女，看他精神好点才安心走了。走前又确认了一遍，你和杰女就是普通姐弟对吧？水豆肯定的回答了，又回杰女房间去了。杰女一脸委屈的抱怨，你们俩挺好的嘛，还一块做了饭。水豆明白他那意思是，你这无聊男生还敢靠我朋友这么近，看得我挺不爽的。杰女什么解释也没给，任凭他这么想。水豆看杰女弱弱的样子，情不自禁想起高中时候，那时候他俩在一起简直就是青春爱情小说里的剧情，结果因为点小误会就分了。直到他爸再婚，才发现新妈带的那个小尾巴竟然是前女友。现在前女趁病来刁难他，各种索取，还拉着手不放。水豆也只能一个劲儿满足他，帮杰女量完体温，一看36.5，人家早就不烧了，就是想让他跑腿。杰女在被窝里一副可怜样，却被水豆给揭了被子，只好说对不起。水豆见他刚病好就不计较了，谁知杰女来一句你这么温柔反倒让人恶心。没想到水豆来的反击，很荣幸受您夸奖，还说自己非要握住手才能睡的杰女小姐。杰女羞得满脸通红，又钻进被窝，好像这样就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，真够天真的。这天杰女像个变态似的抱着水豆内裤使劲闻，意识到自己在干啥，急忙扔下内裤，自己也凹回去了。要是让水豆知道他游戏规则都违了，不就彻底成了妹妹还是偷哥哥内裤的变态妹妹？杰女想象了一堆奇奇怪怪的事，决定半夜悄咪咪的把内裤送回去。等隔壁房间一点声音都没有了，他手里拿着内裤偷偷的走出来，谁知道正好碰上拿着自己 bra 的水豆，两人一时间气氛微微有点尴尬，就坐在客厅里开了个小会，都说这事儿纯属意外。水豆说是在洗手间捡到了那个 bra， 正打算还回去呢，爸爸进门就没机会放回去了。杰女说真是巧，我也是。他说自己也是在洗手间捡到的，也是想还回去，妈妈进门也就错过了还回去的时候。杰女不相信水豆捡到自己的 bra 没动手脚，问他有没有用手指戳住罩杯。果不其然，水豆顿了顿，但马上反应过来，问杰女有没有闻过内裤的味道。杰女也停了一下，反正两人都没守规矩，他们决定给对方下一个命令，只要不违背公德就得无条件接受。就这么高高兴兴决定了，两人又是一对好姐弟。水豆还特别强调只要不犯规想干啥干啥。结果第二天杰女就看见水豆正和一个女生聊得火热，那女生还长得跟初中时候的自己挺像，就去问小月他们学校有没有长黑发的黑框眼镜的女生。他得提醒一下这妹子别被水豆的甜言蜜语骗了。结果放学回家就看见门口有一双女生的制服鞋，才一天就敢带人回家了。杰女气得不行，想想以前她跟水豆交往了2年半，才第一次去他家就躲在墙后打电话让水豆出去买点啥，想着先把他打发走，好去跟那女生谈谈。听见门开了，有人走了出去，他才走进水豆的房间，结果一看是水豆自己，赶紧回头一看，那双制服鞋已经不在了。原来那女生趁他躲着的时候溜了。杰女立刻拿出手机里的照片，准备跟水豆对阵。水豆闭脸深思的样子，说要去杰女房间看看，但房间里一切如旧，东西都没动。水豆虽然纳闷，但也没多说什么，就接着杰女的话，承认确实带了女孩回家。还没等杰女继续质问，就不耐烦地说自己累了。杰女心里一惊，难道他俩趁自己不在偷偷干了啥？杰女回自己房间，累得委屈啊。水豆这边也挺无语的，知道都是那个人闹的。原来今天在图书馆有个戴眼镜的妹子过来告白，水豆认真的拒绝了之后，那妹子才摘下眼镜和假发，露出真面目，竟然是小月。小月其实并不是真喜欢水豆，她只想嫁给水豆就能成为杰女的妹妹。没错，她真正喜欢的是杰女。小唐黄之和杰女在一起做各种事，说到这儿不由自主变态起来。水豆当然不可能答应，
所以小月就一直假扮着缠着他。水豆没辙了，只好打电话找他的铁哥们川波帮忙。川波以前就知道小月的底，他跟水豆说，这种人一旦痴迷上啥，就得死命的往里插，对他爱的东西爱到不行，爱到可能会伤害到对方。他注中谈的那个男朋友就是被他逼得压力山大住院了。水豆听了只觉得这事得赶紧解决，川波就出了个馊主意。挂了电话，水豆直接冲到简女房间，一进门就说要执行上次的惩罚，非让简女第二天跟他去约会。简女本能的觉得水豆又在搞鬼，不过一想到正常的兄妹也会一起出去玩的，第二天他还是去了。谁知道水豆竟然打扮得那么帅，简女转过身去，偷偷心动了一把。他们先去的水族馆，这不是小情侣约会的典型吗？而且水豆那一身知性的装扮，完全是他梦寐以求的类型。他正美滋滋的想着，突然拉住了他的手。简女慌得不行，在心里狂念：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，我们根本就没那么好。其实水豆这奇怪的行为，全是为了救简女，是昨天川波给他出的点子。只要让小玉看到他那兄妹黏糊糊的一副恋爱样，就让简女自己说过的喜欢弟弟的话成真，小月自然就心灰意冷了。对，小月真的悄悄跟在他们后头，川波这个死党也跟着混，他在帮水豆撑场面。为了弄出那种恋爱的感觉，水豆硬着头皮夸耀简女今天的打扮。水族馆人太多了，还借机搂住了简女的肩膀，把她抱紧。简女以为水豆想占便宜，就不爽地瞪了他一眼。水豆感觉不管做什么都只会搞得简女火大，心里觉得这约会太糟了。去厕所的路上还给川波打了个电话，谁知道他觉得失败的约会在旁人看来完全是另一回事，谁都看得出来他俩明明就是互相喜欢。水豆一回到水族馆，见女人不见了，打电话才知道他又走丢了。简女已经做好了等着被取笑的准备，没想到水豆跟他说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别怪自己，我忘了提醒你，然后叫他别动，说自己马上过去找他。简女已经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劲，水豆分明是个优雅的绅士，他却还是老样子对他，情不自禁就想起他们恋爱时第一次约会的那一幕，他也是不小心走丢，自己在那儿自责笨手笨脚，总出错。那时候水豆也是温柔的叫他在那等着，还特意带了红茶给他喝。他跟简女说，我当然知道你有点笨，但我还在这儿，所以你别害怕。回忆跟现在突然就重叠了一下，水豆又一次出现在简女面前，手里还是拿着那红茶饮料。简女终于没那么警惕了，轻松自在的跟水豆继续逛。他们俩还聊了好多侦探小说的剧情，那种你侬我侬别人插不进的气氛，明显就是情侣的样子。两人玩嗨了一整天，简女先回的家，他一走，小月就出现了。一上来就跟水豆说对不起，说自己不该没请示就闯他家，真是的，害得简女误会。水豆都说了没事，就希望小月以后别这样，毕竟简女是真心把小月当朋友的。可惜小月还是不死心，想嫁给他，接近简女的打算还在。简女还没搞明白那双鞋的事到底怎么了。水豆一回到家，他就要水豆兑现承诺，他要求的就是水豆听话的摆好姿势给他拍照，边拍还得露出那种变态痴汉的笑，还得求水豆从背后轻轻抱他，在耳边轻声细语。水豆竟然啥都答应了，这俩不就是普通的兄妹吗？转眼母亲节来了，简女用计让水豆陷入陷阱，硬是拉他一起去买礼物。电车上急得水泄不通，一晃悠，水豆就把简女逼咚了。他正想转身，就被简女拦住了。反正晃来晃去的，不如就保持这个轻松点的姿势。最后两人买了束康乃馨回家给妈妈，感动了她哭成一团。水豆看妈妈那样，一想起了自己去世的亲妈，看着水豆难得露出伤心，简女就主动靠过去，今天限定当她妹妹。但水豆觉得只送束花不够意思，还是让新婚的爸妈享受二人世界吧，所以他们俩兄妹就去外头住了。简女顿时脸红了，单身男女一起过夜似乎不太合适。水豆满脸不情愿地问，你不会真想和我住一块吧？可是未成年人去网咖不行，要住正规的宾馆，得有父母的同意。他俩唯一能去的就是那种情侣酒店，这是最不得已的选择。水豆想到了办法，水豆找到了朋友，他的死党川波有自己的公寓，而小月就住在隔壁，水豆可以去川波家，简女就去小月家住，能和心仪的女神亲近。小月乐开了花，他们才各自回到家，才知道原来川波和小月是青梅竹马。小月初中时心碎的那个前男友就是川波。川波和水豆开始深夜密谈，他好奇水豆和简女的进展，就大声喊出来，只有我才能看简女的胸部。水豆隔壁的简女气得想拆墙，但水豆也不是好欺负的，他直接把川波绑床上。
上，开始念川博小时候的作文。作文写着他梦想成为警察，还要娶小月，保护她一辈子。这次换小月在那边捶墙了。没想到的是，吃饭时候双方还不巧遇上了。水豆和杰女忍不住感叹，真是青梅竹马，看那动作神同步，说他们不是一对谁也不信。吃饭时候，小月故意贴近水豆，想让杰女吃醋，让她帮读补课。水豆一招神转，把球踢给杰女，18就坐你旁边了，你来找我补课什么意思啊？夸杰女勤奋学得好，自己考高分全靠感觉。话虽这么说，饭后回去，水豆都埋头苦干，他开始觉得危机了，绝不能在成绩上输给妹妹。可被杰女和小月写在那学习，都离开家了。这帮人不是玩，通宵就是学习。晚上水豆出门赏夜景，偶遇穿着睡衣的杰女，回忆起恋爱前那次偶然相遇，今晚的月色跟那晚一样美。这对男女真是学霸恋爱番，还因为争年级第一吵起来。杰女一直是年级第一，她觉得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跟第一名挂钩，同学们都这个硕士，杰女感到好大压力。水豆看不下去了，问他考地试很重要吗？杰女肯定的回答了，所以考试的时候，水豆故意没答好，特意漏了一道送分题。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第一不第一都没关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第一让给妹妹。杰女发现了，觉得他不尊重她，还哭了。好在还有其他科目，他决定用总分打败水豆，就算再加那10分，也赢不了他。期中考试成绩一出，杰女居然是年级第2，赚了那么多分，结果逆转胜了。水豆这段时间绝对下了功夫，他倒是挺羡慕杰女的，年级第2，压力小啊，还鼓励妹妹努力夺回第一的位置。杰女本以为会被嘲笑，结果万万没想到，大家关心的是她，还夸她和哥哥真有。原来不是年级第1，跟她得到的赞赏没啥关系。他明白水豆是看破了这点才那么做的，打算找她道歉去了，刚好撞见水豆撩别的妹子。水豆和东头同学一拍即合，两人扯了几句，就觉得对方是哥们了。东头还让水豆帮他穿袜子。放学两人一起走，又被杰女和小月看到了。杰女一走了之，回家躺床上心情不爽，感觉自己似乎在吃醋。他们不是情侣了，姐弟之间吃醋合适吗？自己甩甩头去吃饭了，还摆出姐姐的架势，对水豆还是挺温柔的。这几天都这样，水豆就去跟东头诉苦，感觉妹妹最近怪怪的。东头建议他直接问妹妹或者随心，选个对的方法不就得了，不用那么费劲观察。水豆突然明白了，是自己太在意杰女的举动了，顺便对东头施了点小手段，跟他说虽然观察细节很关键，但没必要对他这么做，交给水豆来就能更快捕捉。一番话就让东头心动了。另一边杰女也乐呵呵的，发现部里那家伙竟然挺轻松的。然而下一秒，打扮过的水豆敲开了他的房门，直接把他逼到桌子边，甚至还摸上了他的脖子，感受颈动脉的跳动，明显能感觉出杰女的心跳加速了。他对水豆的心动不已，这正中了水豆的下怀。谁会因为兄妹打扮不同就激动成这样呢？杰女这是出格了。水豆就摆出大哥的样子，告诉他有啥事可以和他说。杰女就直说自己嫉妒那女生，还问水豆妹妹吃醋也没问题吧？水豆回他，嫉妒哥哥朋友的妹妹真是太那个了，但不用担心，我2年前就知道你这样了。两人把话说开，杰女也去了解了东头，了解到他只是把水豆当好哥们，甚至还惋惜自己不是男的。不过面对水豆时那副小女生的样子，还是让小月和杰女感到不对劲。但在这之前，杰女已经放话了，如果东头看上了水豆，他会支持。之后小月用假信把东头骗出来了，信里写着知道东头的大秘密。两个人出现让他挺吃惊的，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私底下当虚拟主播呢？但他震惊归震惊，他俩更吃惊，因为小月说的秘密是东头对水豆有意思，东头不肯承认，小月就让简女拿出视频。果不其然，东头一看视频，情不自禁扭捏起来，他才恍然大悟，这就是喜欢啊。东头心想，和水豆保持现状就很不错了，这种没自信想逃的样子让简女想起自己初中的模样，她激动地拍桌子，逼东头别轻言放弃，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？你不想和水豆做情侣之间的事情吗？东头终于被说服了，三个人决定第二天就行动。这时简女才反应过来，她竟然在帮另一个女的追前男友，话都说出口了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了。不过观察下来发现，水豆根本不投当女生，东头这么明显了，她还是没反应。小月
月建议给东头改造改造，让他更有女人味一些，可水斗还是当他是哥们儿，没招了，只好直接告白了。杰女分享了自己告白的心得，然后跟小月一起帮东头打扮了一番，两人躲在墙后偷偷看。东头紧张的不行，说话都结巴了。水斗就让他慢慢来，不用急。东头深呼一口气，就从图书馆认识那天开始说，东头感觉到第一次有人主动跟他搭讪，在这之前别人老觉得他不好相处，性格古怪孤僻，但水斗完全不同，不管他说啥他都耐心听着。东头终于鼓足勇气告诉水斗，想和他永远在一起，想成为他的女友。那4个字我喜欢你终于说出口了。水斗听完没直接回应，而是告诉东头，他觉得他是他最谈得来也最放心的人，所以如果在一起的话肯定会很顺利，但他还是拒绝了。他说自己只对一个人有真感情，那个人一直占据他心底，就算不能在一起他也不想让那人难过。水斗一再向东头道歉，杰女躲在墙后听到这里，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自己，心里更糊涂了。现在我们不就是姐妹吗？为啥还让一个已经不是女友的人留在你心里？东头表白后变得更放肆，对水斗这样那样，还非要去他家翻书柜。没办法，水斗只好答应好兄弟的要求，但东头是个乡下妹，杰女和小月就主动提出帮他打扮，还说包了所有的费用，唯一条件是他得穿上他们挑的衣服。这俩人真是把身材好的不得了的东头当成换装娃娃了。辣妹装啊，露背装、女仆装统统的试过一遍，但挑出来的是跟杰女风格挺像的一套。因为杰女掌握了水斗的 XP 系统，知道他就喜欢这个味儿。结果到了水斗家，水斗竟然没啥反应。东头也不是来勾引水斗的，他是冲着那些珍贵轻小说去的，随便抽了本想看的就扑到水斗床上去了，宽敞的让杰女眼红又哭笑不得。你就不能对男生保持点智力啊？东头还振振有词，反正他表白也没戏了，也就随便了。水斗还说呢，他已经把东头当哥们了，杰女也只能认了这个现实。3个人就这么一起看书，一会儿看书一会儿玩，东头就撒娇起来，叫水斗给他捶捶肩，说着还在床上翻来覆去的。水斗一上手，东头就发出了点怪怪的声音。杰女终于受不了了，你俩其实在一块儿对吧？两人却都一脸茫然，说他俩向来就是这样的。东头还叫水斗帮他穿袜子，说自己胸太大弯腰不方便，水斗也是习以为常的帮忙。东头说要去厕所，杰女看着就跟着去了。他问东头不觉得这样很别扭吗？东头却说他更怕的是自己在水斗心里没位置，他希望能一直做水斗的铁杆朋友。东头去厕所的空当，杰女就溜回水斗房间，翘起那双白嫩大长腿，叫他帮忙穿袜子。水斗也是随意的走过去，不过杰女那是黑丝袜，得往大腿上拉。一时间房间里暧昧起来。这时候东头发短信求救，被他们爸妈盯上了，还以为东头是水斗的旧爱。到了傍晚，水斗送东头走，心里却在想着自己那位真正的前女友。他清楚杰女在心里的分量跟东头是不一样的，即便当初没成恋人，也不可能变成现在这样无所不谈的好朋友，所以没必要去想假设的是，这还是杰女第一次来水斗家，他们就像情侣一样一块看书，过了个温馨的周末，甚至还做了点别的事情。到了晚上，水斗坚持送杰女回家，搞得杰女心里还挺不是滋味。其实杰女一走，水斗就在那儿后悔，明明准备得很充分，还是因为害羞没把握住机会。转眼已经上3年级了，这回他俩没能分到一个班。一开始杰女还挺担心，她以前那孤僻的性格，朋友少得可怜，跟水斗好上之后才改了不少。现在怕自己又回到老样子，但是水斗在那儿安慰她，说他们还能每天放学后在图书世界，那些只属于情侣的节日他们还是可以一起过的。说着俩人还互勾了小指头。谁知最后爽约的是杰女，她在新班级交了不少好朋友，待的时间长了，男友分到的时间就少了，就连这点时间还得聊聊自己的那些好朋友。水斗终于忍不住爆了，跟他说了我根本对你那些朋友没兴趣，然后一溜烟走了。回家一想就后悔，决定第2天好好跟杰女道歉。杰女也意识到自己冷落男朋友了，第2天跟朋友们说了对不住，说自己有事不跟他们混了，一放学就跑图书室找水斗，却瞧见水斗跟别的女生说的火热，还霸占了他常坐的位子。那女生走后，他不领水斗的钱，支持他双重标准，不让他和别人好，自己却跟别的女生聊得欢。水斗解释说他只是帮忙几个书的问题，而杰女在乎的是他干嘛让别人就他的位子。两人闹得不欢而散。其实杰女心里也明白这可能就是个误会，但她就是受不了那个满是回忆的地方被别人占了。水斗后来也觉得自己那天不该那么说杰女。冷战了几天后，在图书馆不期而遇，水斗主动说和好，杰女也就随他去了。可他们俩谁也没打算迁就谁，水斗不会慢下脚步，杰女也没说啥道歉
认的话，这种和好有意义吗？他俩之间似乎就剩下了那仅有的男女朋友的名分，感情已经不知去向。杰女大部分时间还是和朋友混一块去了，水豆还是得自己待在图书室。那些美好的回忆越来越远。情人节那天他们俩也没见面，水豆自己提出来要分了，他心里明白还是喜欢杰女，但那事儿就跟卡嗓子眼的鱼刺似的，让他对杰女又爱又恨。杰女大概也是这么想的，好在现在他们俩都释怀了。几天后，意外的是，他们爸妈居然安排见面谈婚论嫁，这样他们俩刚分手不久，就戏剧性的变成了继兄妹。现在他们俩还能无压力的聊起谈恋爱的事，比方说那天差点的，杰女以为是他没吸引力，水豆以为杰女对他有戒备，生想两人就这么擦肩了。今晚杰女爸妈不在家，杰女自个儿在房间看书，前头忽然伸出触角，定眼一瞅，哎呦个大蟑螂，吓得他赶紧跑水豆房间求救，就算喷了杀虫剂还是害怕的不行。水豆只好让这前女友留宿，孤男寡女睡同一张床，结果当然是啥事也没发生。不过第二天聊起来，父母俩还提醒他们，就跟打情骂俏后进入了那啥期的情侣似的，还叮嘱他们回老家过望南盆节小心，别被亲戚调侃。水豆老家乡下有条小河，妈妈就催他俩快点去买泳装，试了好几件，杰女也摸不着头脑，就问水豆要不要帮忙看看。水豆脸一下就红了，这事儿有点那啥，当然了，看还是得看的。这一看，两人都尴尬死了。其实是因为杰女身材实在太棒了，她也穿上泳衣就更显眼了。最终杰女还是决定买下那套，他们俩一路边吵边往家走，走着走着突然同时站住啊，这就是他们初吻的地方了。一阵风吹过来，想抓住风却怎么也抓不着，反倒是保持人的温暖的姿势。杰女闭上眼睛等着一个吻，谁知水豆来了个额头攻击，那点暧昧的感觉一下就没了。这一天东头来他们家做客了，两个人黑灯瞎火的看起电影，东头还把水当枕头，在他面前搞出一堆大胆的不要脸的动作。水豆倒是视若无睹，电影看完水豆含泪，东头就自告奋勇做他的腿枕，还帮他偷偷耳朵。没想到水豆一歪身就倒在杰女腿上了，然后就那么睡着了。可他没注意到现场还有两个正盯着他的女人呢，特别是东头居然打算趁机亲一口。当然了，有杰女在这，他也不好意思，就调侃了俩人一下，然后就走了。他一走，杰女看着水豆侧脸，心里也动了想亲的念头，但是不行，他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回忆来毁了现在的生活。暑假快结束了，爸妈带着他们俩回老家过望南盆节，父亲给杰女介绍了水豆的表姐和表弟，表姐一看杰女就露出了那种似懂非懂的表情，然后就邀请他们一起去河边烧烤。表弟则是一直在偷瞄杰女，水豆还是老样子，独自一个人躲在树下读书呢。表姐跟杰女说起来，水豆妈妈小的去世了，亲戚们都挺担心他们父子俩的，所以杰女他们父女能来到这个家真是太好了。这话听到这儿，杰女在心里想，这么着她更得好好维护这个家了。说着说着，表姐那不拘小节的性格就开始招惹杰女，还说起了水豆儿时的趣事。晚上大人们喝酒的时候，表姐让杰女去叫水豆洗个澡。杰女走到家里的书房，看见水豆还在那儿看书，书叫《西伯利亚的舞姬》，原来是他曾祖父写的自传。这书只能在这儿看到，水豆每年回来都要重新读一遍。小时候第一次读完的故事也是这本，讲的是曾祖父年轻在西伯利亚遇到的一个女人的故事。他跟杰女说，有兴趣的话他也可以读读。说完就去洗澡啊，不知怎的，杰女竟然把整本书都读完了，眼泪不自觉的就流出来了，还不小心滴到书页上。这时他看到旁边也有一滴泪痕，水豆之前说除了他没人读过这书，那泪痕肯定是小水豆留下的。书房外头热闹的很，可水豆一直是那么孤单。水豆洗完澡出来后，杰女就问他初恋是啥样的，水豆二话没说就答了，是个总是笑嘻嘻的人。表姐的影子突然就在杰女脑海里浮现，谁知第二天表姐就变成了她的爱情顾问。表姐看出来杰女挺喜欢水豆的，可总是找理由不肯跟他谈恋爱，就觉得别想那么多，正好现在能慢慢弄清楚自己的感受，还跟杰女说放心吧，这事交给他来办。谁知道表姐说帮忙，竟然是把他们俩关在一间房。不过经过这阵子的琢磨和挣扎，杰女也释然了，她得正视这个问题，接受这份初恋带来的疼。她不再叫对方水豆，而是像恋爱时候那样叫他一里户同学。她满心都是遗憾，后悔为啥同意了分手，为啥圣诞节没发消息，情人节也没做巧克力。现在后悔也晚了，她不能哭，因为自己亲手放弃了那个
个会给他擦泪的人。最后他还是没能说出心里话，可水豆都懂，他就告诉洁女，就这一刻，让咱们回到从前吧。两人终于放下一切拥抱了，从夕阳红拥抱到黑夜降临。等洁女平静下来，他们俩才开始真心话大冒险。原来水豆的初恋从来不是表姐，而是洁女这个一点就热的前任啊。在老家待了几天，终于等到了祭典的日子，四个人穿着雨衣上街。哭过之后的那晚，洁女对水豆的心情更坦荡了，开玩笑也无所顾忌，甚至能跟水豆手牵手。表姐跟表弟玩射击游戏，一枪没中，让水豆来替他们报仇，还叫洁女也上去帮忙，就像刚才抱着弟弟一样。洁女乖乖的照着做，可是她够不着，得踮起脚尖。水豆站着不开枪，正要扣扳机的时候，他撑不住了，两个人一起栽倒了。谁知道手一滑，竟然打中了个玩偶，他们就把玩偶送给了表弟，因为表弟特别喜欢。洁女发现水豆其实挺关心这些亲戚的，要不也不会记得表弟喜欢啥玩偶。正巧父母在不远的地方，表姐他们过去打个招呼，回神一看，水豆人不见了。表姐让洁女别着急，说水豆每次烟火会都喜欢自己找地方静静的。那些往事在洁女脑海里涌现，一里护水豆的种种面孔像拼图一样一点点凑齐，相互扣连，最后拼成一个立体的形象。这股念头驱使他去找水豆，因为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，其实我多希望你能留住我。这时的水豆就藏在神社里，他从小就不喜欢别人同情的眼光，做啥都觉得跟自己没关系，所以不懂为啥自己只是平常的生活，平常的呼吸，别人就给他夸奖和同情，不知不觉心里的空洞越来越大，所有事情都悄悄穿过那个洞，唯独祖父的自传带给了他真实的感受，让他触摸到了文字的世界，他心里的空洞第一次感到被填满了。直到后来，洁女给他的感觉比看小说还要深刻，但他失去了他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洁女终于找到他了，两人还是像以前那样互相取笑，他们现在心里都明白了，看清了对方的真面目，所以说话更直了。就在第一朵烟花升起爆炸的时候，接着就是满天的烟花美景，水豆的眼泪掉了下来，但紧接着洁女就把他的脸抱住亲了上去。那一刻，他不只是林景洁女，而是属于水豆的伊里护洁女，用自己的第二次初吻向水豆宣战，决心要永远住在他心里那个唯一的位置。转眼就到了要分别的那天，水豆的奶奶突然救助了洁女，让她以后多照顾水豆。洁女对奶奶说，水豆很能干，就算没我也能好好的，但她还是答应了奶奶，因为那个家伙是怕寂寞的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水豆问洁女和奶奶说了啥，洁女弯下腰来让他猜，看这姿势像不像话。洁女却说不用担心，反正他们是继姐弟呀。